大家好，我是于超。自从上次我做那个节目，就是提到有一位神韵演员呢，说这个师傅是对我最好的人。我呢介绍了他的故事，然后呢介绍了他对这个师傅啊、师母啊这些看法，然后呢也谈了我自己的一些评价。他看了这个节目以后呢，专门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然后呢指正我在节目中说的一些这个陈述。他重新更正了一些这个陈述。那么我呢这个怕这个他的留言并不是能像我这个节目一样有着同样的受众的这个群体啊，我就想把他的留言念一遍，尽管那个留言已经留在我的那个节目下边了。留言是这样的：我是视频里提到的前神韵演员，因为我看到了前期一些视频中认为有前神韵演员对师傅的描述与事实不符，所以我打电话给于超，就是说他认为我所转述的其他神韵演员的那个描述啊，和他眼中看到的事实是不相符的，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是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我的师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电话结束以后，于超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做成视频发表？我说可以。就是因为他看到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个我采访其他的神韵演员对师傅的评价都是很负面的，在他眼里并不是这样。那么我呢也很愿意听到，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基于自己眼中的真实，你基于你自己的这个逻辑，还有你基于你自己的信念，你谈出你的想法，我都欢迎，在我这节目里你都可以说。然后呢他说因为是电话交谈，中间有一些表达和理解的误差，视频中有些内容并不是我的原意，需要澄清一下。这个我很感谢他，他并没有说是我有意的这个误导大家，只是说表达和理解方面他还承担了一些自己的责任。其实我更愿意说所有的责任都在我没有听清楚，没有理解清楚，没有表达清楚，所有的责任都在我。那么他的澄清呢是这样的：一，我并没有从飞天大学毕业，我没有飞天大学的毕业证书，是我自己要退学。我跟师傅说我不想在飞天大学读书了，校方要我签一个退学申请，因为我不同意退学申请中罗列的理由，我认为具有侮辱性，不愿意签。后来师傅打电话给校长，要他们不要强迫我签这个退学申请。视频节目中说师傅打电话给校长，给我颁发飞天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不符合事实，这个是我说错了。说到这儿，我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神韵演员呢，就是说在他眼里看来啊，詹天亮一再的就是不让他那个考试过关的那个人，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校长就是那个被我称为网络打手那个就是李渊，你知道吗？他其实不是校长，他应该是副校长，我觉得他是飞天大学的副校长。但是具体管这些具体事务的应该是啊，这是我说的。那么好了，现在我接着念他的这个指正更正。二，我并不赞同有些节目中有前神韵演员对师傅的攻击。注意啊，他把这些神韵演员说出他们的事实，在他看来是攻击。下边是他的话啊，我看过其他的一些节目，认为节目披露的内容是对的。我认为师傅会欣赏于超这样的人。但在视频中，就是在我做那个视频所转述他的意思中但在视频中我的回答被理解为我赞同前几期对师傅攻击的视频，这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正是因为看到这些节目才打电话给于超澄清的，就是说我所转述的过程中转述成了他同意其他的那个神韵演员对师傅的评价，他明确的说我不同意，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打电话说出自己的故事，并且主旨就是师傅是对我最好的人，就像上次我那个节目的题目一样。那么他在这儿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我呢，再把他的这段话完整的念一遍。我并不赞同有些视频节目中有前神韵演员对师傅的攻击。我看过其他的一些节目，认为节目披露的内容是对的。我认为师傅会欣赏于超这样的人，但在视频中我的回答被理解为我赞同前几期对师傅攻击的视频，这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正是因为看到这些节目才打电话给于超澄清的，这是他说的。那么下边他接着说呢，说这一切是我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看法，
我觉得他还是很那个客观和那个就是并不强制别人同意他的看法的哈。这一切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看法，我真的感激师傅，不只是因为师傅给予我很多帮助，更是因为师傅讲法中的道理对我的震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我以前那个节目中说呀，就是他在这种霸凌的环境中总是被霸凌嘛，然后呢，那个师傅总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帮助他，所以他觉得师傅很好。他说这个并不仅仅是这样的原因，他说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师傅讲法中的道理对我的震撼。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大法弟子，但是我还是会修炼，我心里依然感恩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得法后我的内心世界充满阳光的喜悦和感动。这个指正就完了。其实我是很感动他这个说这些话的。我再念一遍啊，最后一段。这一切是我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看法，我真的感激师傅，不只是因为师傅给予我很多帮助，更是因为师傅讲法中的道理对我的震撼。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大法弟子，但是我还是会修炼，我心里依然感恩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得法后我的内心世界充满阳光的喜悦和感动。他的整个这个留言呢，实际上是非常感动我的。我呢，在他的留言下面点了个大心，因为他最后这一段啊，那个其实和我的想法基本是一样的。我呢，也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深深的感激师傅啊，在1993年，告诉我了真善忍的道理。我在1994年的年初呢，2次参加这个师傅在天津的这个讲法班。他说，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大法弟子，但是我还是会修炼，我心里依然感恩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得法后我的内心世界充满阳光的喜悦和感动。这句话几乎是每个字都说出了我真实的心声。其实是我也是一直感激师傅。实际上啊，我做这些事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做到现在，其实就是因为师傅给我讲过的道理牢牢地扎根在我自己的心中，所以呢，我现在才不惜冒着和此时此刻的师傅直接针锋相对的这样的这个冲突的激烈程度啊，我去做出现在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他呢，就是经历了所有的那些事情，并且他说山上的那些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是我所叙述的那些经历是对的，但是对师傅的评价他并不认同，而且是完全反对的。这个呢，我都是完全理解的，也就是在对于师傅讲的道理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上面，是完全和他是有几乎每个字都一样的这个感受的。但是有了这种感受，我们做的事情却是完全相反的。他呢可能并不同意我呢在这个节目中去复述其他的这个神韵演员对师傅的那个负面评价，因此他专门打电话找我，告诉我师傅对我最好的人。而我呢，就是因为师傅讲给我的道理给我的感动和改变，生命整个的改变如此之巨大，使得我现在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仍然要做我现在我这种就是揭露这个神韵内部黑幕和法轮功主流实践种种就是和人类所知的这个真与善相反的这种实践，我要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的对师傅的感动是一样的，但基于这种感动所做的事情却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呢，就是我呢很感动于他愿意这么坦诚的说出来。我呢也希望我的这个频道啊，能成为所有的这些人，你所看到的事实你说出来，你的想法你说出来。但是呢，令人遗憾的是，就是像这样的想法说出来的人很少。就是你觉得师傅好，或者觉得神韵好，你可以拿出你知道的事实，然后呢到我的节目上来谈。这个就像他来指正我一样，我呢可能也会因为你说的这些你所认为的事实去向你提出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事实和陈述的这种交叉比对之中，真相会自己显露出来，这是我的看法。那么念完了这个神韵演员的指正我就想谈一谈就是我和这些神韵演员打交道的一些很深的感触。
我接触了一些这个神韵演员，无论是这个舞蹈演员，还是这个神韵交响乐队的这个音乐家，都接触了一些。所有的这些人呢，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或者别人怎么评价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群特别驯良的人。驯呢，就是一个马旁边一个川，良呢就是优良的良，是一些很驯良的人。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呢，我经常心里就是反正多种感受。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真是太过凶残和这个暗黑。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刚才给我这个指证的这个演员，其实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他的情况。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就是独立，而且呢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然后呢那个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好像是那个很了不起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别人说的啊，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挺了不起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也是比较反叛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山上老受欺负嘛。然后呢，但是我和他打交道的时候一点这种感受都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的这些声音演员，我都觉得他们很驯良，其实是。然后呢，那个实际上就通过他的这个指证，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虽然经历了那些非常糟糕的别人对他的对待，但是他持守这种那个就是我觉得师傅好这个观点吧，并且勇敢的把它表达出来，我很佩服这样的人。其实是实际上他自己说的这么清楚，我猜想很多神韵的人，包括那个山上的那些人都知道他是谁。其实是在山上的那些人，包括在师傅眼里看来，他和我联系几乎就已经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了。他同意那些神韵演员说出自己曾经的经历，他刚才说那些经历都是属实的，基本上就这一句话，他已经是这个我的帮凶了。他们不会管他什么，他是不是在觉得师傅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心甘情愿的当奴隶，你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被称为败类的这种人了哈，因为你没有能够当一个好奴隶嘛，你当然就是败类了。但是他呢，等于是一方面和山上的那个高压命令是冲突的，师傅亲自的用经文说，对于超的这些东西你不能听不能看，当然没有点名，意思是这个。你只要一听一看，你整个就是这个永久的这个生命就被毁掉了。这是师傅在经文里强调的，最新的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那么同时呢，他对师傅的看法又和那些就现在对师傅抱持相当负面看法的那些那个神韵演员啊，也是冲突的。所以在这种两头都不得好的情况下，他仍然坚守自己。我觉得师傅是对我最好的人，就这一点我佩服他，真的。而且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内心在这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你持守你认为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利益得失我去说一些违心的话，这个我就佩服，实际上是，而且我是很赞同的。你说出你看到的，我说出我看到的，是吧？那么实际上呢，在我和其他神韵演员联系的过程中，有些神韵演员不愿意和我接触，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节目里还在说30年前师傅传给我大法对我的改变是多么大，我还是带着尊敬和感激啊去谈及那个时候师傅传给我的法。他们呢就认为，就因为这一点，他们就不愿意和我有过多的接触，认为我还是法轮功的人。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从神韵下来的那个演员，相当的一批人对神韵对师傅的看法是负面到什么程度了。那么还有一点说起来是细节，但并不是细节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正如在此前节目中我回应说，我是不是因为嫉妒心干这个事情，我给大家展示了那些神韵演员在和我比谈的时候提到师傅是如何称呼的，我不愿意在这儿用我的口重复那个称呼，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节目，看一看我们之间比谈之中他们是怎么称呼师傅的。当时我的节目中说呢，我说我不会嫉妒这种处境的任何人，因为我并不愿意别人这样称呼我，对吧？所以呢，我想指出一点，就是在和这种用非常不敬和轻蔑甚至谩骂的方式称呼师傅，他们自己不觉得什么，
他们觉得这是师傅应得的称呼，但我不觉得。在整个的这个采访过程中，我都是管师傅叫师傅，而不管师傅叫其他的这个称呼，我都会说师傅如何如何，他们就是用他们的称呼。本身这种称呼之间的差别就是一种怎么说呢，隐性的这种张力，其实是就是说你和我不是一类，你和我不是一个阵线的嘛，你和我不是一类人，你不 share 同样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你和我并不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我也想指出这一点，就是说我在不少人眼里就在这儿公开的就是指出师傅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包括当我感受到这个师傅找曾勇他们去查我物理地址的时候，我由于这个恐惧和愤怒吧然后呢做出了这个反击，这些都给大家很多的那个可能震动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从这个一个基础观点上来看，我愿意就是持守那些我认为对的，比如说30年前师傅教给我的大法，从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灵性上、道德上，还有身体的这个健康上面，都极大的改变了我，而且我为此非常的感恩和尊敬。这个我到什么时候都会提及这个，但我基于这个我会怎么做呢？我不会像我的那个以前的家人或者以前的清华同学那样，现在师傅说什么我都无脑的去硬挺，然后通过捂上耳朵闭上眼睛来就是巩固自己认为自己对的这个立场，我不会这么做。恰恰相反，正因为师傅教给我这个道理，我才要用我的生命去投入到现在我这个捍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场这个战争之中吧。那么我就想说一点，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我以及我采访的这些神韵演员群体中啊，对师傅的看法是一个很宽的这个光谱，很宽的光谱。然后我们之间互相的看法呢，也都不是很一样。因为我对师傅还称师傅，因为我对以前师傅给我的这个大法和对我这个道德呀以及身体的改变，还抱持这个深刻的感恩吧。就因为这个，我呢就是不被人所信任，不被我所采访的我可能接触到的这个神韵演员群体所信任，而且呢保持相当的距离，这个是我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呢就是我呢就是在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神韵群体演员，即便是抱持着对神韵相当负面的看法，抱持着对师傅相当这个负面的看法的同时啊，他们的本质上和我相比是相当驯良的。驯就是顺服，良呢就是善良，相当驯良的。我听到他们跟我说的一些事儿的时候，我的那个凶残和那个暗黑呀，在那个心里马上就会成型，然后呢就会好像要有所动作。但是我是采访者嘛，我要努力的就是觉察到这个东西，并且把它给排斥到这个场景之外，我继续保持一个中性的这么一个聆听，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但这很难，实际上是。然后呢，那个我就在想，我就问自己，我说于超，我说你希望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比如说你采访过50个神韵演员，你是希望和50个这种人在一起呢，还是希望你和50个于超在一起呢？我几乎1秒钟都不用，我就会说我愿意和50个神韵演员在一起，因为他们很驯良。我要和50个于超在一起，那就等于是50个高智能的反社会的 PTSD 患者。那你50个这种高智商反社会 PTSD 全加在一起，那这个就麻烦了吧？我觉得就恐怕是真的很麻烦了。那我当然愿意和神韵演员他们这些人在一起了。就即便到了现在，他们谈话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质上都是特别很好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我又一想，我说在山上，在龙泉寺，在神韵那块儿，不就是这么上百个或者几百个这样的演员在一起吗？但是却发生了如此这种摧残和伤害，而且他们之间为了在那个环境中被定义的精进，好学生、好修炼人，残酷无情的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告密，越是那种被重视的班，越是那种就是师傅和师母着重培养的班，那种告密和无情的抛弃就越厉害。就是说在那个山上被认为的好，这种标准越施加于你，你会变得越坏，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一群本质这么好的人，然后在那种经过扭曲的好坏标准之下，变成如此如此的这个互相伤害。所以呢，我就要质疑我自己的结论了，就于超，你到底是要和50个神演员在一起，还是和50个于超在一起？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其实呢，我就想，假如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之中我当然愿意和50个、500个甚至5000个这样的神演员在一起。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监狱之中，你要越狱的话，我只要5个于超就可以，我只要5个于超，不用50个于超。50个于超，没准我把那监狱都翻过来，我当监狱长了都有可能。我只要5个于超，也许我就能越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就想啊，纯良、寻良啊和凶残、暗黑这两个之间到底孰善孰恶呀？其实我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假如我是想过一个岁月静好的生活，我愿意和寻良的人在一起。假如我已经被放到这个监狱之中了，我会想要多几个于超跟我在一起。所以呢，就像我以前节目中，就是在第2次回应明慧网那3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在善与恶、光与暗交汇的深渊之地啊，仰望高处，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到底怎么去体会内心的这个寻良、凶残和暗黑，你到底在什么时候用？假如说完全的寻良，那现在谁站出来去把这些事挑开，让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而不是始终的泡在过去的伤害之中。谁来做这个事儿？那不是还是靠我这个内心有凶残的这个狼来帮助这个羊吗？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到底是当羊还是当狼呢？我记得圣经那个里边是不是罗马书啊？就是那个保罗写的罗马书，就是说我派你们到这些人中间，你们要寻良如鸽子，而灵巧如蛇。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而我现在正处在这个处境之中，我没有完全找到这个答案，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思考放到这个我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呢，就是寻良和凶残的这个对照。那么说起，就是说这个越是把好的标准，好是带引号的啊，越是把好的标准施加于你身上，你会变得越坏。这就是在山上，就是在神韵那儿真正发生的事情。神韵比较受重视的班，舞蹈那个班是07班还是08班，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可能是07班。就越是在这个受师傅和师母重视的这个班，那么被挑出来去那个当班长或者是当什么首席演奏的那些人，他越需要去欺负别人，去汇报他们。而在那些不受重视的，是2等人、3等人的这个群体中，他们受的这个外来的扭曲和逼迫会少很多，而他们之间保有那种基本的人性也保有的多一些。在山上呢，是等级分明的，最高就是师傅和师母，然后呢下边一点是他们的亲属，被山上称为皇族，像李宝元被这个称为大宝，然后呢又被称为这个太子，就等等，就这样。那么李宝元就是像那个大家可以从网上找到的材料那样，是师傅妹妹的以前的那个丈夫的孩子，原来叫孙宝元，然后到山上改名叫李宝元。所以呢，像这样的人被称为皇族，是这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基本上是。然后呢，就是这个舞蹈演员里边那些被挑出来的，在比较受宠的班里边，比如说07班，然后其他的班呢就不太受宠。那么再往下整整一批人，就是那些神韵交响乐团的人了，神韵交响乐团的人了。那么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其实比较喜欢交响乐，其实是那个我倒是知道几个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员，而我倒对于这些领舞什么的那个知道的很少，也就知道一个王琛什么的，可能还有一个中法混血儿叫什么陈美容，这2个人我知道，那个男的演员什么的舞蹈演员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说我对那个就是交响乐团的演员倒是
有所了解和关注。对于那个跳舞的那些人，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那个神韵那块呢，他们自己内部之间却有清晰的这种等级区分的。跳舞的那些人是要高于这个交响乐团的人，而整个山上的人又要远远高于山下的那个什么飞天学院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又要远远高于加州的什么飞天分校的那些人。那么就是如我所说哈，就是在山上的时候啊，乐队的这批人都是二等人或者三等人了。正因为他们是二等人、三等人呢，对他们要求的说你怎么什么，你举报谁呀？你要什么，这个就是轻的多了。而他们中间的反叛的反骨啊，也就比那个跳舞的人多。因为乐队中嘛，毕竟是交响乐团，他不是靠那种残酷的催着孩子你就能学会拉小提琴，你就能学会拉大提琴的。你必须得有一个就是适当的培养艺术家的这种一个环境。你靠着那种残酷的折磨，像那个以前那戏班子，或者那个就是走江湖卖艺的那个走在绳子上那些那个孤苦无依的男孩女孩那样受折磨呀，你练不出那个大提琴、小提琴，肖邦、巴赫或者是什么那个萨拉萨蒂，这种作曲家的作品你演奏不了。所以呢，这个交响乐团里边就有一些那个常人，常人就是法轮功群体对于不修炼法轮功的人的称呼，就常人，其实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是修炼人，你是常人。那么我就继续沿用这种称呼。在乐队里边呢，就有一些常人，一旦有了常人，就会被掺沙子了。常人嘛，他就有正常人类的情感，就像最近明慧网那个编辑部文章叫《正念与人情》 Righteous Thoughts versus Human Emotion， 那篇正念与人情里边专门强调，就是说不要用人情看待事物，你要用正念看待事物。这个是活脱脱的有党性没人性的这种法轮功翻版，叫做有佛性没人性，你知道吗？你要是对皇帝忠，你就得大义灭亲；你要是这个忠于这个国家，那你当然就得这个检举你家里的人，是这样的。但是一旦有了常人这一套呢，就是难以去那么透彻的去实践，尤其是一旦常人他其实已经是20几岁的比较成年的人了，你就不像12、13岁那样小孩那么容易操纵了。那么他们那个乐队里反骨就比较多，所以他们那儿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发生那儿有一个人呢，把他们那个打印机的网络无线网络加以修改，使得那个无线网络可以访问外边的网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被整个的这个乐队以及一些知情的神韵跳舞演员用了1年多的时间，使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访问外边的网。在神韵那个里边啊，就是靠限制你的这个信息来源，限制你的人身的活动，然后再加上师傅用种种的被称为经文的文字去恐吓他们，然后呢让他们认为，哎呦，一旦就是这样就完全不行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的未来天国就全都完蛋了。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就不让他们去接触外边的网。而你说年轻人小孩他当然想知道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感谢那个乐队的一个反骨哈，这个脑后有反骨的人把那打印机的网络给弄开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访问网络。结果呢就是他们在演出就是不是巡演，就是他们在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舞蹈演员就到那个上层，可能是那个楼层最上边，看到一大堆这个神韵的那个交响乐团的演员都蹲在地上拿手机，他就说，哎，你们干嘛呢？一看他们正在访问外边的网络呢。这个演员特别吃惊，说你们怎么能访问外边的网络呀？然后因为都是小孩嘛，这个乐队的人就告诉他你怎么访问了，然后他也学会这么访问了。然后有的那个跳舞的演员是偶然的发现，就是和那个打印机的那个网络连上以后，他就可以访问外边的网络呢。他说我当时还以为是那个老师们大发慈悲了呢，就没想到是那个乐队的一个人把这事干了。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跟我叙述此事的这个舞蹈演员呢就感叹的说，哎呀，乐队那些人呢虽然是在我们那是3等人吧，就是不上档次的，就是被人瞧不起的、忽视的，
或者认为不行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从来呢不互相告发，你知道吗？其实不是，只能是说他们告发的比那个跳舞的那些人少得多。他说他们从来不互相告发，他说比如说这个网络这事儿，乐队的人用了好长时间都不告发，他说最后告发的还是那个跳舞那个这些人中的一个，他看到了这个，然后他把这事儿给告发了，然后呢这个网络就被彻底给停了。我在想，在这个过程中，李渊又发挥了他这个熟练的这个网络打手的这个用途哈。自从李政道把李渊从那个中国给跳迁到美国以后，李渊在这个龙泉寺真的是如鱼得水的把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给用到了点儿上了，我觉得是。那么他们又跟我提到一个事儿，他们说起这个事儿是带着赞赏和感叹说的，说那个乐队的人他们不像那个就是我们舞蹈演员那样互相告发。然后呢，他就说呀，他说其实呢，就是说在那个山上那个地方，就是你是不是有男女关系这个事儿，是被看成绝对的，几乎是滔天大罪的这种，就是你绝对不能有这个男女方面的事情。如果你一旦有男女方面的事情，那么你呢，就是就是犯了巨大的这个错误，犯了巨大的错误。然后他们就说，就像乐队有的这个男孩和女孩啊。然后呢，就是他说去他们一个楼的顶楼那个约会，可能还有互相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亲密关系吧。他说呢，那个乐队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从来没有人告发他们。他说起这个话，实际上是带着很多的这个赞赏和羡慕的，你知道吗？后来呢，其实我从乐队的那个神韵演员那儿也听说这种事情，但是听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跟我说这个事情的人，他说当时，哎呀，我就是努力的这个修炼，说那个叫我不找对象，不到岁数我就是不找。他说，但是有的人呢就已经提前找了，但是那个人现在已经在那块儿，就是成为那个努力接近组织吧，努力接近师母啊，然后已经被提拔到这个管理者的这个位置了。这是乐队的那些人跟我说的，他是从说自己遵守规矩，而那个不遵守规矩的人反而被提拔这个角度谈的。而从舞蹈演员这边的这个视角来说呢，就是说那对男孩和女孩，实际上在那个顶楼那块可能互相爱抚啊，发生关系啊。那么乐队的人都知道，但是却没有人告发他们，他是非常赞赏这一点的。而且他说最后那个男孩和女孩也修成正果了，就是说他们也结婚了，成家了。我听了这个事儿以后啊，心里就一动，你知道吗？因为我在20几年前读一本小说，名字叫《1984》，那里边就有一些情节，其实是我长久不太特别理解的这个情节。这个《1984》里边小说是乔治·奥威尔最著名的2本小说之一，《1984》和《动物庄园》。《1984》里边的主人公叫那个 Winston， 叫温斯顿，他的这个女友啊叫茱莉亚，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爱情最开始产生的时候，其实都不能说是爱情，至少在 Winston 这边并没有什么爱情，而只有这个肉欲，也许茱莉亚对他有一定的这个好感和爱。其实呢，茱莉亚去主动找这个 Winston， 更多的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对这种束缚的反抗。就是当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27、28岁的时候读这个1984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一点理解的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觉得这男女相处嘛，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我觉得就是没有感情的情况下的这个肉体关系和反抗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在我读1984这个过程中，一直都是在这一点上读的不太通透，在就是那个谎言怎么扭曲你对现实的认知，怎么操纵，最后怎么控制你背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最后最后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束就是 Winston 完全被这个老大哥的代表奥伯良给摧毁了，就是用他特别害怕的这个装满老鼠的笼子套在他头上，让他去指证茱莉亚是有罪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实在扛不住了，他说都是茱莉亚的问题，就等于出卖了他最爱的这个人。因为就是他们俩的关系，随着这两个建立这个关系，你只要建立个人关系，你就是对这种专制的反叛。
这种情况在神韵里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韵演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的，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就导致现在的这个神韵演员，他们一方面有着非常相同的心理基础，就是都被如此残酷的折磨过，另外一方面又保持着非常戒备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在山上曾经互相出卖过，所以他们等于把自己活成了现实版的 Winston、Julia， 而奥伯良就是师傅和师母，师傅就是老大哥，师母就是那个奥伯良，或者他手下的那些所谓的管理人员吧，什么李维纳呀、刘伟啊，或者是李渊呐，就是这种奥伯良式的人物。然后呢，墙上那个就是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些两条腿坏的、四条腿好的，这些这个标语不停的被涂改，就像师傅最近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那个业力都是因为你们有业力，而此前20几年都在说我们要不承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等等等等吧，这些一模一样的仿工版的1984就是在山上。然后在今天，就是这些神演员跟我谈及这些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欲，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述这个爱欲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其实，而我仍然还有一些迷惑，我愿意在我的节目中去分享这些东西。就是大家要注意啊，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西方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个贞洁呀，对于这个男女关系，其实都是看得很重的。因为这个无论从生物角度讲，你要保证你的孩子就是的确是你的后代，就是生物角度，还是从这个社会伦理的角度讲，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家庭关系的破坏，它到底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人的欲望，还是来自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摩西上那个西奈山领取十诫，其中一条是不得通奸，就是不得通奸是和不得觊觎他人财物，这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就是人的这种婚外的这个欲望啊，这是深植在人的本性之中的，这是其一。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论美国的民主，就是亚历山大·托克维尔写的那个论美国的民主里边，特别注重谈出了一件事，他就发现在法国这种有婚外情的这种女性啊，或者是在就是婚前就有这种关系的女性，远远多于这个美国的这种有婚外情的女性。那么他一方面指出的就是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性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国家，他还指出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的这些女性有着比法国那些女性多太多的自由，就是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可以选择和哪个男人打交道，和哪个男人就是谈恋爱，或者是和他去发生身体上的关系，你都可以选择。但是你要是选择了这个，你和他在一起，你的爸爸和哥哥在你做出了选择以后，我不会对你的选择的结果负更多的责任，就是你选择之前我也不拦着你，你选择之后我也不那么帮你。但是在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就是比如说这个女性完全在家里从经济上到各方面都受到这个父兄的这个支配和在他之上左右他，而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为了家庭的荣誉又会去帮他。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女性她其实相较美国的这个女性就更加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开始你压着我的时候，我想怎么活你不让我活，我没能活出我的样子，然后我偷情之后你还会替我兜底，那我就是逮着机会我可能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 Alexandra 的 Tocqueville， 他呢就是在这个论美国的民主里就是特别发人深省的就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让道德腐化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来自外部的强制，而让你内心的道德茁壮成长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来自每个人照顾好自己，而给他人以充分的自由。所以呢，我们对比这个1984中的 Winston 和 Julia， 他们呢在爱欲之中以这个为一个主要的这个工具来反抗那个专制，而找到这个此前被长期剥夺的自己。因为此前你的说、你的想、你的看都是被电眼盯着的，
你都是就是被人控制的，你没能活出你自己。而你在这个身体最基础的这种男女的这种交欢之中啊，你在短暂的找到了自己，而当你一旦找到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体制对你的摧折了。所以我倒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社会整个的这个道德的下滑，还有这种男女关系的这个变乱其原因到底是来自于耶和华上帝在西奈山给那个摩西，就是石板上面写的那个，就是说不得通奸，因为这个上帝是知道人内心这种原始的这种罪的冲动的，是因为原始的罪的冲动呢，还是说在本来既有的你可以实践你的一个基于上帝的道理之下的这种良善的人生的时候，却被外来的这个专制扭曲和操纵之后，人在这其中不得不通过这种最基础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交欢，来找到一点我还是我的这个人类的存在感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我是这么想的。我就想那对曾经在这个神韵那个楼的天台上边发生亲密关系的这个神韵男女演员其实我作为我的旁观者，我觉得那种事情和那种关系是值得深深的祝福的，而且我相信呢，在他们整个的人生之中，那段关系也会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这个记忆、最珍贵的财富和共同分享的这个生命经历。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就是你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引导一个人向上？假如你真的能像耶和华上帝那样用那个十诫来引导人向上，那么好，你那个东西本来就有这样的分量。假如你是用一些假的道理来好像引导人向上，但是你那个道理越施加于良善的人之上，他良善的本性越失去。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什么路能把你导向那个真正的好，你就走那条路，哪怕这条路就是爱欲本身。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这是我对爱欲和自由的这个看法。因为人他必须有这个法轮功叫主意识修炼，那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叫自由意志。你失去了主意识，失去了自由意志，你谈得到什么真善忍？真善忍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根本就没有主意识了嘛，你还和真善忍有什么关系呢？真善忍固然存在，但你和真善忍有何关系？因为你没有主意识，你没有自由意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就像我以前节目探讨的这个善与恶交织之处，光与暗交织之处，实际上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之中，只要你不扭过头去，你每天都面临着这种选择。而如果你认为你并不是长久的经常面临这种选择，那么我告诉你，你已经太长久的对你真实的生命的成长扭过头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我谈一谈，就是我作为这个采访者对这个神韵的这个演员的一些印象和感想，就是寻良与凶残的对比，还有这个爱欲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然后下边呢，我就想谈一谈，就是说对于那些现在仍然在内心恐惧排斥我的这个前神韵演员，对于你们这个群体啊，我想说的一些话。当我要接近这些神韵演员的时候啊，他们带着就是非常的不信任和恐惧和我保持距离。一部分原因呢是他们所说的，就是说于超现在还这个自称是大法弟子，而且自称是坚定的大法弟子，而且还坚定的认为真善忍是对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说这个于超还管师傅叫师傅。还有一个他们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于超到底要干什么？你要实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件事可能只对你于超有用，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因为你于超可能是想出名，可能是想这个弄出点爆炸性的新闻，但是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10年15年在神韵的折磨，已经在下山以后啊，非常努力的就是治愈自己的这个创伤后综合症 PTSD， 他们称之为神韵后综合症，叫做 PSYD， 就是 Post 神韵这个 Disorder， 他们叫神韵后综合症。然后他说现在
你又要我们就是回头踏回到这个泥潭中去，我们已经 stay away from it for a long time， 我们已经离开这个泥潭很长很长时间了。现在于超你来找我们，你等于把我们又拉回这个泥潭中去，你是什么目的？我们能得到什么？这是神隐演员普遍的一个问题，普遍的一个这个犹豫之处，还有和我保持距离之处。那么针对这个想法呢，我就想做如下的几个回答。第一呢，在我看来，你们从来没有远离那个神韵的环境，从来没有，一直到现在，神韵的经历已经深刻的塑造了你，并且你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远离了神韵，并不是这样。证据非常明显，就是现在你们对我是一种警惕、推拒，甚至是逃避的这么一个应对。我就想问一下，当初如果在山上他们不把你的护照收起来，如果你不是13、14岁的小孩，而是你是23、24岁能自主行动的人，包括如果你有钱，如果你有好的交通工具，因为在山上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你连那个去附近的沃尔玛采买你都采买不了。所以呢，就是说你连交通工具都没有，整个你是人身受限的。假如你人身不受限，就是经济上也不受限，然后你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上，像你现在这样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你在山上当时的情况下，你会做出什么动作？你会头也不回的逃离那个地方，是这样吧？所以你在当时的处境，那个真实的你，就是完全发育起来的你，会逃离那个地方，那是当时的环境。现在你做的还是逃离，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被那个经历塑造之后，你们在面临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事物的时候，你们的反应和你们13、14岁的反应是一样的，都是恐惧、怀疑、逃离和不信任。因此你说你已经 stay away from it for a long time， 就是远远的离开它很久了。我说 no， 你们没有，你们一直生活在当时的人生对你这个生命的塑造之中，这是对现在的这个现实的描述，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问我说，你们回头做这件事儿，自己能得到什么？于超，你能保证你把这个神韵这事儿就揭出来吗？你能保证美国政府一定会调查这个吗？即便调查，你能保证你一定能赢吗？因为毕竟美国政府现在是利用法轮功群体在反共，你把这个揭露出来以后，美国政府即便为了反共的这个目的，也不会对法轮功下重手，因为他还会用到法轮功。所以于超，你这个不是徒劳无功的一件事，而要我们又白白的经历当初想努力逃离的那个痛苦的回忆吗？那么针对你们这个想法，就是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这个想法，我的回应是你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本来应该有的那个生命。你们在神韵那个地方经历的是什么呢？其本质是你没能活出你应该活出的生命，这是我对你们神韵经历的一个总体的这个判断和评价。那么假如你带着这种不信任、恐惧、回避 run away from what you fear， 就是离开那些你恐惧的东西，你过的还是一个没有神韵的神韵生活。在人生中你总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结果，但是那些事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那个事情你认为它就是对的。那么当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做？比如说未来你会有孩子，假如你足够幸运的话，你会有孩子，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比如说当孩子不听你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用神韵同样对你的态度方法去对待他，查他的手机，限制他的行动？因为那是你所有你熟悉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力活出一个全新的你，用你生命中的光彩，用你生命中的光彩去感召那些等待着身边出现光亮火炬的人？也许他是你的孩子，
然后他被你生命的光彩所感召，去跟随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如果你没有，我基本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会对你最亲密关系中的弱者做神韵那些人对你做的事情。你想过这种人生吗？你想承传这种伤害吗？这种伤害的承传正在神韵中发生。现在神韵那个管理那些年轻小孩、更小小孩的，就是那些被摧折过的老小孩。那些老小孩是以前被彻底摧折了，他们已经从囚犯变成了狱卒了。这是你们亲眼所见，你们知道的比我还清楚。你们是不是有把握对自己说，我，比如说 Catherine， 比如说 Christian， 不管你们称呼自己什么，你说我不会变成狱卒，你敢对自己这么说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没有能力对自己这么说，因为在你们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一次为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真正持守过，天塌地陷、山崩地裂都不往后退一步。那么你说你能得到什么？我告诉你，和我同行，你得到这种全新的本该早就有的人生经验，就是你作为一个自由的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存在，活出真实的自己，持守那个你真正认为对的东西，不管代价是什么，不管结果是什么，因为那个曾经是你们人生中最深刻的这个长久深重的这个伤痛，为什么不去回头看它？为什么要让它长久的塑造你未来的人生，包括你和你下一代的这个关系呢？这就是你们能从和我接触中得到的事情。具体你们问我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最后赢还是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从最开始2016年我听到那个神演员的妈妈跟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到了2022年1月，那个神演员来找我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时由于我受的刺激太大，他们给我说了6个小时，第3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开始咳嗽，说完6个小时我就躺倒起不来了，然后检查出我感染了 COVID。 那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会发生到今天这个程度。那么今天的这个场景和2016年的时候和2022年1月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了。你们问我最后我们是赢是输，我不知道，我不是基于这个事情最终的赢和输来决定的。我也想告诉你们，人生中那些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都不是通过眼前你所能看到的输赢你决定你做还是不做的，都是通过你聆听内心的声音，去重新认识你自己是谁，来决定这件事儿做与不做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你们可能想到，法轮功是这个美国所利用的反共的工具，虽然这是中共的一个说法，但其实呢，很多法轮功学员自己暗地里也洋洋自得的认为我们对美国政府是有价值的，所以美国政府就在用着我们，我们怎么对待神韵那是我们的事儿，美国政府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知道很多学员都这么想，但是我要问一句，真的如此吗？这种叙述就是法轮功反共，而美国呢要对付中共，所以美国要用法轮功，这个叙述某些西方的这个大报的记者也持这种叙述，但是更多的真相正在逐渐披露出来。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政府未必长久的这么认为，也许他们现在就已经不这么认为了。比如说2018年在白宫，大纪元摄影记者 Samira Boao 递给了川普一个信封。这件事情其实震动了媒体界，因为这是完全违反那个白宫记者守则的。如果记者每个人都能塞给现任总统一个信封的，现任总统背个麻袋成了邮递员了。所以呢，当时这个 Samira 用这个行动，其实这个行动这种级别的这种行动只可能来自师傅的命令，递给川普一个信封。那个信封里说的是什么事情呢？假如说法轮功的这个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反共，按理说那里边应该谈一些反共的事情吧？那里边谈的是反共的事情吗？是还是不是呢？法轮功的高层都应该知道那边说的是什么，其实是。所以呢，就是说那里边说的事情，美国人知道，
而川普团队从2018年接到那个信以后，从来没有正脸看过法轮功，也没有因为法轮功投入了大量的钱去挺川普而给法轮功有任何就更加好一点的脸色，并没有。我觉得原因和那个信封里谈的事情是非常相关的。那信封里谈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想说是什么，但是我想说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因为信封里的东西我也拿不出来，我也没法证明我说的是什么。我想谈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龙泉寺所在的那个地方叫 Deer Park 鹿园镇，鹿园镇和龙泉寺打这个官司，打什么污水处理的官司已经打了很久了。所谓污水处理这个理由啊，其实是在不同的地方限制你某一个设施继续扩张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说我不批你这个化粪池的那个什么增长规模，你说我想从以前处理300人的化粪池变成处理2000人的化粪池，打比方说我就不批你这个，所以你的那个建筑的规模你就不能相应的增长。打官司主要是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说什么就是反对法轮功那一方说什么法轮功污染水源什么的，这个我个人觉得这都是台面上的说法。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不希望你那儿有更多的人进去。他为什么不希望你有更多的人进去呢？是因为鹿园镇进去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在当地那个 local 立法的这个层面上，法轮功的人多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左右当地 local 的立法了。当地的居民看这个看的是一清二楚，而他不希望法轮功群体把这个鹿园镇变成了类似伊斯兰教沙里亚法实施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恰恰是师父非常希望做的。就是在美国有这么一块地盘，这个地盘上是我宇宙主佛说了算，没有什么美国法律，我说了就算，并且我要用美国法律的这个外壳来包装我宇宙主佛对于这个镇上的人的控制，这个才是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宇宙主佛的根本意图是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凌驾于美国主权司法之上的这么一个主权。你以为这件事情美国政府不知道吗？假如我于超都知道了的话，你以为这件事情美国媒体不知道吗？所以当法轮功学员洋洋自得地认为啊，我们是那个反共，美国的人得用反共，所以于超弄出这些东西注定会被美国政府这个无视，或者是甚至是美国政府会放任宇宙主佛手下的律师团罗织我的罪名，送我入狱。你们以为这事儿真的发生吗？其实我猜想你们正在这么做，所以你们到处找我，也许要给我递什么法律文书之类的，至少是用阐述让我倾家荡产。我猜想你们可能要这么干啊。那么你们以为这个事儿会发生吗？也许会发生，也许媒体会忽视这些事儿，也许政府会把手里的调查放下 drop the case， 也许我于超会入狱，但是你们神演员和我仍然会在这段同行中收获全新的本应该我们生命中焕发出来的那个真正的人生里程。这就是你们所能得到的，你们什么都不会失去，你们什么都不会失去，即便有可能受到法律官司下狱，也是我于超，而不会是你们这些爆料的人。所以呢，就是我总结一下今天我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念了那个神韵演员给我的指正，第二个呢就是谈了这个我采访神韵演员的一点感受，一个是呢寻良和凶残之间的对比，一个是爱欲和自由以及真正的道理引发人提升，假的道理使人变得更坏，而人会通过哪怕是最基本的生物上的男女关系来寻找一个就是说向上走的这个通道，就是爱欲和自由。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神韵演员的这个回答，就是说你们认为自己已经远离神韵很久了，我说 no， 神韵长久的塑造了你们，何以是现在的你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神韵，而和我一起走人生道路，你们会从过去的那种伤痛之中生长出繁茂的新的全新的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人生。
对神韵的经历的过去，正如 Jordan Peterson 说的一句话 Slay the dragon in its lair， 在龙巢之中屠龙，就是你不要被这个神韵，被 Dragon Spring 龙泉寺追着你跑一生，扭过头去在龙穴之中屠龙，然后你走出你自己的真正的英雄之旅，你成为你自己的英雄，成为你这个血脉传承之中的英雄，斩断神韵强加给你的可能在你的血脉中传承的一代一代的虐待。还有一个就是对神韵的调查是否会无疾而终，或者导致更加恶劣的前景。我觉得重大的人生 transformation 改变和升华，它不是基于得失的，而是基于你生命自然生长的那种激情和愿望的。还有如果有什么法律麻烦，我于超第一个先扛，你们都在后边。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做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